本的素王妃一样，我的名字也叫做齐轩，不过我来自另一个世界，那里或许是平行世界，又或许是未来世界。那天我收到了一幅画，一幅来自大燕朝的古画，名字叫《流萤图》。然后我好像遇到了某个人。然后呢，我就来到了这儿。这一切的一切都和这幅叫做《流萤图》的古画有关。我一定要找到它，回到属于我的世界。好，加油 ，Let's go！ 王妃，我到处问过找过了，别说是书房、库房，就连王爷的卧房里都没什么美人图。你都找清楚了？除了传说中的禁地，其他地方我都找过了。什么禁地？这王府里有个地方，据说是放着重要的信件、书画，除了王爷之外，任何人都不许擅入。苏仙玉现在人在哪里？宫里要连夜宴请大周使臣，王爷最早也得明日午后才回来。明日午后？太好了。不过你每天让我打听王爷的去向做什么？我就是想他了。既然他不在府里，可以趁此去禁地查探一下。嗨，又见面了。老王爷在世下的禁令，王府上下遵守。这王府有什么地方是我不能去的？我不允许任何人挑战王府的规矩。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指手画脚的？到底你是王妃还是我是王妃啊？来人，把王妃关起来！哎，等等，你要关我是吧？你让苏仙玉本人来啊！王爷回府。这个脸蛋，这个身材，这个帅哥，我怎么好像在哪里见过？慢着，王爷的话，不就是我老公吗？不就是连谈恋爱都省得直接可以吗？王爷，有人欺负你的王妃，王妃，王妃，哦，糟糕了，不对，这不是花痴的时候。苏仙玉是吧？你何时开始如此放肆，竟直呼本王的名讳？自从王妃得了癔症，整日里举止荒唐，今日还私闯禁地。禁地？我警告你，进了王府就得守王府的规矩。来人，王妃贴身侍女事主不利，拖出去罚20军棍。是。哎，等等，我们做错。王妃，今天你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是他动的手啊！今天我替您挨了棍子，这事就过去了。可要是还有下次，我不得把命交代了呀！哎呀，知道了，下次我多注意点。不过，那个苏仙玉跟我的关系为什么这么差？那我为什么会嫁给他呀？快说给我听听啊！王妃，你这脑子不还糊涂着吗？当年您对王爷一见钟情，不管不顾，吵着闹着要嫁给他。老爷没有办法，只能跟皇上硬求了这门亲事回来。可是新婚之夜却……那天晚上怎么了？仪式结束，王妃早些休息。
王爷，今晚可是我们的洞房花烛夜。赐婚圣旨已下，你便已是苏王妃。可妾身仰慕王爷，只求片刻垂怜。本王没空玩这些痴男怨女的无聊把戏。新婚夜留不住夫君，王爷这是要逼妾身去死吗？你可能不知道，本王最痛恨别人威胁。他和那天晚上还真是判若两人。你们进了洞房没一会儿，王爷就走了，您就那样了。好的好的，你先休息吧啊。就算是强买，老婆在新婚之夜上吊了，他居然假装无事发生。切，长得再好看，也一样是渣男好吗？禁地里的虽然不是流萤图，但明明画的是同一个美人，两幅画肯定有关系。不行，我得再去看看。收起来了吗？在哪儿呢？在找什么？走错了。说，谁派你来的？究竟有何目的？没有什么目的，你放手啊！那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别逼我动心。没人派我来的，求你放我！我的天！我的天！我变成了苏千玉。千玉，你在说什么？你别碰我！想不到本王英明一世，竟然要用这么不体面的方式存活于世。苏千玉，你没事吧？你是齐轩，你该不会不认识我了吧？我警告你，不要再用我的身体做出这样的表情和状态。要是在外面毁坏了本王的名声，我定饶不了你。看样子是没事，吓死我了。那个女儿一般不这么做，双腿并拢。本王不会那种女儿姿态。对了，书上说把换身之前的事情再经历一遍就能换回来，要不试试看？怎么做？上次你就是这样掐我脖子，还很用力。你再
再忍忍，马上就换回来了。快好了！我们那天就是躺在这里换身体的。哎，你盖着被子，夜晚风凉，万一受了湿气，把我身体弄坏了怎么办？是吧？明天早上就换回来了。我第一次跟自己一起睡觉。你是不是很尴尬呀？你别再用本王的身体做出这副女儿的娇态。哎呀，当王爷真是爽啊！王爷，您看这样舒服吗？舒服舒服。王爷您尝尝。不好吃。得趁这时候把话搞到手。都下去吧。你在听风馆胡说了些什么？肃王妃常年独守空闺便罢，肃王爷一朝回府，就对王妃动手。列位看官，你们说是不是毫无底线，人神共愤？胡说八道！去！哪来的小子，竟敢到听风馆撒野？哼！听风馆倒是名副其实，听风就是雨，净传一些不实的传言，毁人清誉。肃王何时成了你口中的家暴之人？是谁让你在这里颠倒是非、胡言乱语？说书的就是给大家伙讲讲故事，让大家乐呵乐呵。大家说对吗？对呀。满口胡言！说什么你？传说中美貌与智慧并存的新科状元，见这是坐拥万贯家财的金陵城首富之孙桑稚啊！听风馆早已名声在外，王掌柜的又是出了名的友善，现如今因为一点小小的误会，在自家门口大打出手，恐怕有失风度啊。桑公子说的有道理，不过此人平白无故污蔑我等收钱，毁我名声，砸我饭碗，我岂能放他？谁需要你放？不服就来啊！阿轩，你跑那么快干嘛？你刚刚叫我什么？阿轩啊，你有没有伤到啊？刚才桑稚在朝堂上一向跟我水火不容，我竟不知道他和齐轩这般熟人，他俩到底什么关系？你到底在听风馆胡说了些什么？听风馆早已名声在外，王掌柜的又是出了名的友善，现如今因为一点小小的误会，在自家门口大打出手，恐怕有失风度啊。可是此人平白无故污蔑我等收钱呢，毁我名声，砸我饭碗，我岂能放他？谁需要你放？不服就来啊！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去听风馆怎么了？你敢说你真的不知道吗？你敢不敢跟我去听风馆对质？我什么都没做，对什么质？不论你说什么，都必须去。我不去。本来只想利用流言拖
住苏千玉，好有时间来找话。怎么搞成这样了？谁来救救我啊！桑翰林突然造访，不知所谓何事。小官找的乃是王妃，不是王爷。桑翰林何时与王妃如此熟人？王妃不必解释，王妃有自己的个人交友权利，本王不会干预的。若非与王爷相识多年，这话我差点都要信了。臭小子，阴阳怪气给谁看？肃王对发妻打压、强迫，更是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。自己敢做，就要承担后果。桑翰林慎言，你身为翰林院五品侍读，岂可对王爷不敬？如此口出狂言，王爷都不曾与你为难，足见王爷的胸襟。阿轩，你不用顾及他。他若是真的伤害你，我就算是告御状也要帮你。完了，苏千玉该不会以为我绿了他吧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走慢一点。有什么事刚刚正厅不能说，非要回寝殿，被侠人看到了，我多没面子啊！你也知道在乎名声啊！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为何抹黑我的时候从不手软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不是啊，我没有，你别乱说。好，听风馆的事，就先不与你计较。说说你跟那桑翰林是什么关系？桑稚，你不都认识吗？全城知名大红人，怎么我还得给你介绍一下？你别在这跟我装傻，我问的是，你们是什么关系？我刚刚说了，交朋友是我的自由，凭什么事事跟你汇报，经你批准？凡事做之前，为什么不先反思？还在耍王爷的威风，可你现在已经不是王爷了，我可以随时把你关起来，这样我不就可以真正的为所欲为了？自省是吧？行，传本王令，王妃禁足10日自省，没有本王的命令，谁都不能把她放出来。你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我只是来找福华的，不要怪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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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融化了谁？
着你的眼，闪着忧郁似遥远，残留片段。时间转身背靠，回忆空中乱绕。It's still you。人海里若没你的笑，暗迷了路，失了方向，流星的夜，为你绚烂，呼吸着错的心跳。这就被吓到了？你是不是有什么病啊？在自己家装这种要命的机关？防的就是你这种有心机的人。懒得跟你计较，还懒得跟我计较。要不是我及时赶到，恐怕你早已被扎穿了。你自己设的机关，自己会解吧？我该不会没被扎死，活活在这里被饿死？放心，有本王在。让梦延续一点余香，困住思念最后模样。哇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为你绚烂，呼吸交错的心跳，融化了谁的慌张骄傲，孤单摇晃，原谅我的慌乱。如果你能看见此刻我脑海里烟花和你的美好，只想站在身后，看你自由，看你微笑，流星的夜，为你绚烂。禁地里的那幅画上之人和美人流萤图上的女人，除了神态不同之外，分明就是同一个人。可是禁地里分明不是我要找的流萤图，真正的流萤图会在哪儿呢？长泽。那幅画作肯定跟流萤图有关。你没看错吧？奴婢绝没有看错，大家都说王爷和王妃好得像蜜里调油。我一直以为千羽只是因盛情难却，才会迎娶王妃，没想到他真的动心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老鹰抓小鸡，耶！苏千玉，你在干什么？嗨。天气这么热，要不要吃点冰的解解暑？这是何物？这个呢，是我自制的冰粉，这底下铺了一层冰，上面有葡萄干、花生碎，里面还有红糖，还有水果，都是冰镇过的。这个天气来一碗，提神又醒脑。本王不爱吃甜的。说吧，又有什么事情问我？我今天听到有个丫鬟说你变了，不是我变了，反正就是他们看出来了。丫鬟在背后讨论主子，
立刻军法处置。哎呀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他们都能看出来，这要是出去之后，我们会不会穿帮呀？他们会不会觉得我是个妖怪，把我给嘎了？哎呀，你快教教我，怎么做才像平时的你？放心，做你自己即可。那你可要想清楚啊！这具身体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那可是你的身体。本王多年积威，岂是谁想动就能动的？在我的这具身体里，你可以放心做你想做的事，一切由本王为你撑着。那既然你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那我现在命令你，把它喝掉。在外征战多年，早已习惯独自面对一切，还是第一次有人在我身边嘘寒问暖。你是患者齐轩的丈夫？我是。患者已脱离生命危险，但急救前因为出血过多导致心跳停止，我们做了20多分钟的超长心肺复苏，他现在还没有恢复意识。什么意思啊？可能，我是说有可能，他会变成植物人，再也无法醒来。请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。齐轩，你还记得我对你说过的话吗？什么话？自母亲死后，我再没有了家人。我早已习惯于孤独一人，直到遇到了你。哎呀，你快教教我，怎么做才像平时的你？在我的这具身体里，你可以放心做你想做的事，一切由本王为你撑着。在外征战多年，早已习惯独自面对一切，还是第一次有人在我身边嘘寒问暖。这就是母后所说的被人牵挂的感觉吧。没想到你竟然能被一碗冰粉干倒，好些了吗？我叫他们给你煲了点汤，趁热喝。我自己来。哎呀，这很烫的，我喂你吧，你别洒了。还好还好，能喝得下东西，应该很快就能好起来。你可要保护好我的身体哦，我还想早点换回来呢。你这般担心本王，就是怕我死了，耽误你换回来。
也不全是。你总不想一辈子做个女人吧？那你也保护好本王的身体。哎，说到这个，我想起一个事儿，我们当时换的时候电闪雷鸣了，下次试的时候，是不是得找个人看看天气？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别用本王的身体做出这副女儿的娇态。谁稀罕你这个破身体啊！我要是能换回来，1秒都不想多待。你去禁地是受何人指使？要不要告诉他我找画的原因啊？说不定他知道画在哪儿。不行，他会不会以为我疯了？我只是觉得我是这王府的主人，我假扮的主人，我是不是得了解了解这王府禁忌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，对吧？启禀王爷，皇上召见。你安心休息，我去就来。本王树敌颇多，时常会遇到危险，让洛云保护在你身边，护你周全。好。苏王在外拈花惹草，竟然惹到了大周皇子头上。不愧是大燕战神，下了战场也威风不减啊！殿下这是何处听来的谣言？我素日洁身自好，何来花草？你跟我说没用，把柄落在他们手上。若是大周皇子非要交战，两国之间又该如何？大周是在试探大燕的底线，我只是直接断了他的妄想，以绝后患。希望真能如堂弟所说，本王拭目以待。陛下明鉴，大周皇子所说调戏其爱妾一事，纯属误会。起因是千玉在街上偶遇一女子，他浑身是伤，神色惊慌，又听其遭遇其夫君毒打。臣出于爱护百姓之心，关心一二，绝无不轨之举。哼，肃王说绝无不轨之举，谁又能知道呢？本王教训自己的妾室是本王私事，何须你一个外人插手啊？话可不是这么说的，不知者无罪。本王那时并不知这位姑娘是您的夫人，施以援手，何错之有？肃王爷亲口承认怂恿本皇子爱妾逃跑，就是公然打本皇子的脸啊！皇子先别动怒，此事应有误会，不如先听肃王的解释。解释？解释什么？那也是皇子对女子动手，有错在先。你就是他口中那个一有不顺就打他的野蛮丈夫吧？喂，他那小胳膊小腿的哪受得住你的力气啊？打女人你还是不是男人了？岂有此理！明明是你做错事在先，现在反过来折辱本皇子。皇上，这就是你们大燕的待客之道。若是如此，我看这合盟书不签也罢。眼下可是给朕出了道难题啊！这叫什么事儿啊？我就是看那个女孩可怜，我就帮了她一下，怎么还给我自己惹出事来了？真无语。是臣思虑不周，后果微臣愿一力承担。承担？不知肃王想怎么承担？带领铁骑踏破周国城门吗？不可！哦，为何不可？废话，让我带兵，
还没开打我就先挂。出兵打仗，劳兵伤财，有兵不血刃的方法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千玉所言正是朕担忧的，但如何兵不血刃，却很难。儿臣与周国有几分渊源，若千玉不弃，可一同前往说服大周皇子签下和盟书。所以意思是，只要大周皇子愿意签下和盟书就行。当然。不就是让甲方签单吗？这题我熟啊！哼，不劳太子费心，臣定不辱命。擅闯使臣驿馆，若本王出了意外，肃王不怕两国再起战事。若为有临，我大燕必奉为上。禀，这把剑应该就是大名鼎鼎的七星龙渊吧？听闻皇子好宝剑，本王代表大燕将此佩剑送上，希望皇子满意。满意？既然满意的话，要不咱们换个地方，将之前的误会好好解开一下。肃王爷怜香惜玉，公然怂恿本王子的小妾出逃，这般惊世壮举，你已亲口承认，谈何误会啊？皇子误会了，我当时救尊夫人的时候，完全不知道她的身份，我就看她是一个异族姑娘，然后在我们大燕又浑身是伤，我就好心施以援手，绝对没有半点不轨的想法。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。皇子明鉴，我与王妃情投意合，间谍情深，众人皆知，跟尊夫人没有任何不正当的关系。其实我也不是真的想打他，就是每次看到他与别的男人调笑，我就生气。每次打完他后，我也很后悔。这个家暴男，垃圾。算了，小不忍则乱打，正是洋气。唉，吃醋可以理解，可是男人打女人，总是失了一点风度。女人是用来宠的，你得对她好，这才是留下她的法宝。大皇子好手气啊！13妖大满贯，糊了，真的？啊！哎，愣着干嘛？给钱！哎，我一个新手，把把都收钱，这多不好意思呀！销售指南第1条：巧妙地利用安全感和饥饿营销。大皇子无需惊讶，这就是新手光环。这新手啊，就是手气好。前段时日，晋国使臣来访，也是在这个桌子上赢了不少私房钱的。大晋的人也来过，那是自然。我大燕除了大周这个盟友之外，还可以有更多的选择。可若是我们选择了大晋，贵国腹背受敌，恐怕也就不那么好过了。销售指南第2条：价值感和自我满足也必不可少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毕竟往日的情分还在，我大燕也并非见利忘义之辈。我们最终会选择谁？这大皇子今日坐在这儿，当然显而易见啊。是啊，对，大燕兵力强盛，大周铁矿傍身，一个有将士，一个有军械，咱们这样的组合才是强强联合。销售指南第3条：感情牌也不能少。上次教场射箭的事情，小弟确实有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但你挑衅在先，我和你各有过错。小弟跟大皇子赔个不是。现如今咱俩也打过牌，喝过酒了，但以后就是亲兄弟了。当然了，
要是皇子此事做不了主，也不用勉强。我们都能理解，大家在宫里生存也实属不易，要想出头，更是难上加难。拿笔来。激将法虽土，但永远实用。来，本皇子敬你一杯，祝你们夫妻白头到老，百年好合。多谢皇子。干了。早就听闻你们大燕人专情，当年王爷仰慕于先皇后，可又碍于皇上的面子，不敢表露，直到最后娶了正妃进门，都不肯圆房哦。这么劲爆的瓜，如此宫廷秘辛，皇子是如何得知的？大周和大燕争斗了几十年，自然是有点手段。打听到你们宫墙内的事情，想当年老王爷骁勇善战，却一夜之间卸甲归田。我们的探子也是费了好大力气，才打听到这么一点消息。不说了，喝酒。干！什么？他竟然带着大周皇子在醉金楼鬼混？是啊，王爷这么做真的太过分了，没把王妃您的名声放在心上。哼，竟然带着别的男人去喝酒。我不回去。肃王府那个破地方，真以为谁都稀罕？小心隔墙有耳，王爷慎言。慎言个屁！我就说狗屁！你又被人杀了我，你把我砍死了，反正砍死了也不是我的身体。破王爷有什么好当的？整天提心吊胆的，这个不对那个也不行。老子就想一趟不起，反正不用上班还省事。一个没看好你就出幺蛾子，你真是不让人省心啊！我就说我能搞定吧。乐言，你把和魔术拿来看看。想要对付大周，用武力即可，何必这样委屈自己？也不知道你到底是如何说服那大周皇子的。兵不血刃，免去沙场之苦，也的确不失为良策。嫁进王府时哭哭啼啼，现在这样机灵坚韧，你到底有几张脸？你是谁啊？怎么跟我长得这么像？我告诉你一个我的秘密吧。我其实来自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。你糊涂了，太傅府虽远，不过也就半日脚程。我说的不是呢，我说的是我的家。你若想回家，本王明日便派人送你回去。真的吗？本王从不食言。流星的夜，为你绚烂，呼吸交错的心跳，融化了谁的慌张骄傲。
在摇晃。这月事血流不止，真的不会有事吗？哎呀，死不了的，揪里揪气的。为何会腹痛如刀绞？正常，习惯就好了。还好疼的不是我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天色不早了，爱妃早点休息吧。你月月都会如此难受吗？是啊，现在你知道我有多不容易了吧？是你身子太差。真是辛苦了，爱妃。你别太过分。睡下睡下。你干嘛？我的床分你一半。这本就是本王的请殿，要走也是你走。哎呀，你别那么抠门啊！大不了以后我也分你一半。别动。这样舒服些。晚安。你把爱放进我手掌，曲曲折折的望，以为我井底老天荒，却只剩梦一场。我们在天平两端衡量着矛盾假象，往前追，凭我执着的莽撞，你明了我深藏的向往，思念的声音浩浩荡荡，乘着风缓缓冲浪。那曙光是你守候的力量，那曙光牵引我不彷徨，翻越过山高水长，四季轮转抵达你身旁。那曙光护我孤独中坚强，那曙光温柔了我梦想。你时光如我生命唯一信仰。那曙光是你守候的力量，那曙光牵引我不彷徨，翻越过山高水长，四季轮转抵达你身旁。那曙光护我孤独中坚强。趁他睡着，我得再去汀地看看，一定有什么线索被我漏掉。我只是来找花的，不要怪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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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舒婉之灵位，早就听闻你们大燕人专情。当年王爷仰慕于先皇后，可又碍于皇上的面子，不敢表露。老王妃的闺名不叫舒婉，那她是？你先下去吧。表小姐，王妃今日来了小日子，身体不适，是王爷嘱咐让王妃多休息，所以才起晚了。表小姐勿怪，
王妃现在可经不起任何惩罚了。你是在拿王爷压我？王爷与我夫妻和睦，表小姐通情达理，岂有责怪之理？你下去吧。我以为你近日收敛了许多，结果还是这样没规矩。哦，那原来的我是何模样？不守规矩，肆意妄为，牙尖嘴利，丝毫没有一个王妃的样子。原来他之前在府里也是这样，好像是他的脾气。府里常年只有姐姐和我家王爷。现在人口添了，倒也是热闹了许多，就是要劳烦王姐费心了。我不喜欢你，我只是性情直率，若是长期相处，但是我很羡慕你。是千玉点醒了我，一直以来，我都想把你培养成一个合格的王妃，做千玉的贤内助，但实际上真正在乎这些的，只有我自己。王姐这些年做的，千玉都记在心里。其实我很羡慕你的肆意自在。千玉说的对，我也应该有我自己的生活。他跟你说了什么？千玉，你怎么来了？知你公务繁忙，但也不能遏制自己，不是？我做了一些汤羹，吃点吧。谢谢。这次回来，怎么还生疏了？有吗？我听闻近日你跟府中丫鬟走得很近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王府还只有王妃一人。我知你不重女色，但是也应该为王府开枝散叶了。在我面前重拳出击，对着苏千玉这么和蔼可亲，真双标。其实吧，我觉得齐轩挺好的。你回府以来，王妃确实收敛了很多，可一个女子总是往外跑，也是不成体统。姐姐，你有没有考虑过自己也出去看看？其实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的，你不要老把自己局限在这一方天地里。虽然说这王府占地面积也挺大的，你也得多出去看看，长长世面。王姐，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？没事，我先回去了。他竟有如此细心的一面，是我忽视了。与你无关，是我自己的决定。只要你跟千玉和睦，我也算对得起老王妃的嘱托了。会的。我叫齐轩，是一名古画鉴定师。因为一幅古画，我被困在了历史上未曾记载过的朝代——大燕朝。为了回家，我想尽了办法。舒婉之灵位。数次探访禁地，终于找到了隐藏在王府中的美人图。可惜此画非笔画，老王妃的闺名不叫舒婉。流言图的美人到底是谁？先皇后。那么流言图的真正作者……乐园，本王有点小事想问问你。王爷请讲。
是老王爷的表字为长泽，那你知不知道皇上的表字是什么？本王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一时想不起来了，你提醒提醒我。此事就你我二人，但是勿妨。是长泽长渊，可这若不是老王爷所画，难道那他是皇帝画的？真正的流言图在宫里。王爷，宫内传召。大周已承诺与我大燕继续履行合盟约定，并且给了足够有诚意的让利。这一次，签约你功不可没。是陛下治国有方，才让大周有此回应。微臣只不过侥幸得了个小小的便宜。外界传你手段凌厉，不近人情，可眼下在朕看来，你却大有进步。恩威并施，走怀柔之策，方可走得更加长远。是陛下指导有方。苏王果真通透，千人千面的功夫让人琢磨不透啊，怪不得能手到擒来的拿下大周的合盟书。桑翰林有所不知，此次能搞定大周，全靠王妃倾囊相授，所以要论功劳，王妃该居首功。王妃确实聪慧过人，家有此妻，定是幸事。看样子你平时没少针对苏王我呀。万事皆有因果，苏王有没有考虑过是自己的原因呢？我有什么问题？我凑仔对你太好了吗？苏王妃今日身体欠佳，你却只顾在朝堂拉拢人心，苏王如此做派，不配丧之，以礼待之。原来是在担心我啊！没白请你吃饭。放心，他没事儿。这是在干嘛？姑娘，你是第一次出门吧？这是状元楼1年1度的灯谜大赛，花灯越少的区域越难，由易到难依次通关，中间那个就是最难的。头奖是一只步摇，你们小姑娘的肯定喜欢。不就是做题吗？姑娘，姑娘，你要干嘛？刚才可是你自己说的愿赌服输，我是不会让给你的。姑娘误会了，在下桑稚，想找姑娘寻解题之法。解题之法呀，好说。勾股定理9章算术，加减乘除，这样呢就可以解开了。哦，懂了吧？懂了，你教的方法比宫里的齐太傅还要简单易懂。齐太傅？你说的可是肃王妃之父？你认识他？我叫齐轩，我就是肃王妃。那我以后就叫你阿轩吧。太好吃了，阿轩，这个真的是你做的吗？俺妈子去了。哦，对了，阿轩，我还有2道题，这个，每一回出来就是算题。你怎么了？唉，我最近啊被肃王府的人给盯上了，日子可不好过了。好不容易今天偷偷跑出来，就是做题。不过，你又会做鸡腿，你又会坐风车，你还会算数，你太厉害了。你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？
我呢，就喜欢你这么会说话的人。你这个朋友，我交定了，你是我在这里的第一个朋友。你若只会伤害他，为何不放他自由？我轻描淡写是因为我真的没事儿。得嘞，出来混迟早要还的。太大了，我得找到什么时候去？这女子看起来位分不低啊，难道是宫里的嫔妃？可她和这个戏子的举动，未免有点太亲密了吧？贤妃娘娘，对我还满意吗？贤妃，太子他妈，什么人？已经1周了，你还没有醒过来。季轩，我不知道我还能撑多久。你以前说过，会永远陪着我。我去哪儿，你也要去哪儿，要陪我一起幸福到老。你都忘了吗？